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又到了1年1度的境外银行开户渠道分享视频啦。境外银行开户渠道的分享视频我已经连续做了3年了，今年是第4年。那么今年的话，还是主要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在2024年，如果说我们想要开境外的银行账户，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开，都需要哪些资料，然后需要花费多少钱，希望能够帮到大家。2024年整体的情况相对于2023年来说有很大的变化无论是香港、新加坡还是美国，这3个地区的开户情况相对去年而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我们先去讲美国银行的可以开户的渠道。美国银行账户还是2种渠道，一种是自己准备好资料网上申请，另外一种就是渠道代开。相对于去年来讲的话，目前开一个美国银行的门槛要高了很多。首先就是开户要求的资料是越来越严格了。比如说像去年的时候，有一些美国的网络银行，我们直接去申请，用中国的护照加一个美国的地址证明就可以开出来了。但是美国去年经历了一波银行倒闭潮，像硅谷银行都已经，美国排名这么前的都已经倒闭了。像那些美国规模比较小的、开户比较简单的网络银行，基本上都是倒闭的状态。比如说之前向大家介绍过的 Enzo、Alice 还有 Stable， 基本上都是在去年倒闭了。目前的话，可以网申的美国银行，我自己测试，主要还有3家是可以成功的，分别是美国运通、Capital One、Alent。券商账户的话有3家，分别是盈透证券、嘉信理财和富达基金。为什么说讨论美国银行开户会加上这3家券商账户呢？因为这3家券商账户都会为我们免费提供一个美国的支票账户，这个支票账户是用来给我们入金炒股用的。但是根据我的实际测试，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券商提供给我们的支票账户用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收款，比如说还信用卡等等。关于如何实现这些功能，我之前有做过视频介绍，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去查看。其中盈透证券和嘉信理财是只要有中国的身份证就可以开户，是目前门槛最低的。另外就是富达基金是需要我们有美国的数字移民套件才可以开户成功，也就是说我们是需要有美国的实体手机卡、美国的私人地址、美国的个人税号，还有美国的独立 IP。只有备齐这4个条件之后才可以去申请。接下来是3家可以网申的美国银行账户，分别是美国运通，然后还有 Capital One， 还有 Alent。这3家的话我都做过视频教程，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跳转了解。目前的话，这几个基本上都是可以通过数字移民套装开户成功的美国银行账户。目前所有网申的美国银行账户，富达基金的账户的话，是我个人最推荐的一个账户，因为的话它也是我的主力账户，它可以用来接收 Stripe 的账款，美国联盟推广的收益，美股出入金，我都用的是这个账户，基本上它可以完成银行账户90%的功能。另外富达基金的支票账户，它的现金收益有2.67%。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去在富达账户里面去买美国的 CD 定期存款，还有美国的国债、企业债等一系列的固定收益产品。接下来推荐的就是 Alent， 它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多开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以及 CD 定期存款账户都可以多开，收益率也非常的不错。很多小伙伴担心的一个就是网申它是不是合规的呢？网上有很多说法，就是说，网申银行账户的话，都是要有 RA 美国税务居民身份的。网申我们一定要冒充美国的税务居民身份。这点的话，其实我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网申的富达基金账户，我每个月的月初都会收到一个利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利息的话，它是有扣一个利息税的。这边有一句话，它的意思就是说，我是 NRA 的身份，它是会扣除一个30%的利息税。所以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我们是有申请成功，但是身份是 NRA。
只要说我们在提交申请的时候提交了 W8 表格，声称自己是非美国居民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和大家聊一下可以通过渠道代开的美国银行账户。目前的话，我这边的渠道是可以开4家的美国银行账户。首先第一家是华美银行，第二家是 Accent 美国银行，第三家是BOA 美国银行，第4家是美国的花旗银行。这几家银行的话，我都有做过视频介绍，大家可以到我的频道去搜索观看。这4家银行的话，我们只需要远程提交资料就可以开户成功了。资料也很简单，护照、身份证就可以，不需要自己去美国，也不需要去准备数字移民套件就可以了。而且开出来的账户和本人去美国柜台开的账户都是一样的，都包含支票账户，还有实体的银行卡。开户时间的话，大概是需要2到3周的时间就可以开户成功。目前的话，这几家银行如果说预算充足的话，我个人最推荐的就是 BOA 美国银行。BOA 美国银行的资产在美国是排名第2，仅次于摩根大通。另外 BOA 的网点在美国全国各地都有，如果说去美国的话，去网点办事是非常方便的。其次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中国大陆的小伙伴来说最方便的一点，如果说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他们家的客服电话，而且是有中文客服电话，我们可以打中文客服电话来解决我们各种问题，这个是非常方便的。第3的话是 BOA 整体而言，目前综合使用下来的话，它的风控是比较松的，对于转账收款的敏感性相比花旗来说会小一点。如果说风控了的话，我们还可以自己去联系中文客服，去和客服电话沟通如何去解决。那么有的小伙伴会说，通过渠道代开的话是不是安全的？这几家美国银行其实它都是支持个人到美国本地的网点去开户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计划要去美国旅行的话，那么可以带上自己中国的护照、驾照，或者是中国的地址证明，还有美国的地址证明，然后去当地的网点去申请，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些银行的话，它本来就是支持境外居民去开户的。那么代开的话，其实就相当于银行经理拿着你的资料，然后去网点去开户，它的一个开户的流程和合规性是和你自己去网点开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一定要说违规的话，那就是有一点偏灰色的角落，那就是你本人没有去柜台开户。如果说建议的小伙伴，还是建议自己去美国开吧。另外有小伙伴会担心，账户我开好了，中国大陆能汇钱进去吗？根据我自己的测试，还有其他小伙伴的分享，这几家中国大陆都是可以直接汇款过去的，不存在说汇不过去的一个现象。当然有一个例外，就是华美银行，国内汇款给华美银行被审核或者说不通过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接下来的话就是香港的银行账户。香港银行账户的话，目前我所有的渠道都是基本上已经没有视频见证开户了。因为这个服务的话，之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香港没有办法正常的通关，所以说银行它会有这个政策，是可以通过视频见证开户，但是现在的话，香港已经正常的通关了，所以说银行上基本上都是要本人去网点开户的，所以说目前开香港银行的话，大家都需要本人去香港去开，那么现在还有没有必要去通过中介来联系到香港去开户呢？我个人觉得的话，如果说你去香港的时间充足的话，那么可以说自己不通过中介，然后去银行多跑几家，然后就看一下哪家银行可以开。根据其他小伙伴的分享，目前像香港汇丰、还有中国银行、招商永隆这几家的话，基本上去网点的话还是能够开出来的。尤其是汇丰，很多小伙伴都开户成功了，可以开基本的汇丰万账户，是不用存款，也没有管理费的，这个是比较推荐的。但是如果说你时间比较紧的话，没有时间去一家银行去跑，那么的话也可以通过中介先提前约好时间，约好银行经理，然后到香港之后就直接去这家银行，基本上2-3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开户完成。我这边的话，目前和长桥证券这边有一个合作，只要在他们证券公司去开户，并且计划入金1万港币，那么的话，他们长桥证券就可以协助我们去开香港的银行账户，也就是说，他们会提前帮我们约好银行的分行还有时间，我们只要在约定的时间到银行去开户就可以了。
这个成功率是99%的。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去加一下开户群，然后去和长桥证券的客户经理去联系对接开户的一个事宜。另外的话，香港它也有很多的网络银行推出来，只要大家到香港本地，然后下载他们的银行的 APP， 在网上去填一下资料，也都可以申请成功。另外，我本人的话，并没有去开过香港的网络银行，所以说这里就不做点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网上搜索，也可以自己去尝试。另外的话，就是新加坡的银行账户。新加坡的银行账户的话，它的开户变化比较大，因为今年新加坡和中国的话正式开始免签了，大家去新加坡就不用再去申请签证，直接拿护照去就可以了。之前的话有渠道是通过视频远程见证开新加坡的银行账户，它的一个费用的话大概是3000到5000人民币左右。目前新加坡已经免签了，我感觉就没有必要再花3000到5000去远程见证，大家可以直接买张机票，往返的机票应该也差不多这么多钱，大家可以直接去新加坡的本地去开户。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的银行账户它普遍都会有一定的资产要求。那如果说资金量不是很大的小伙伴，去开新加坡的银行账户其实并不是很推荐。新加坡的银行账户基本上要求存款都是在100万以上才可以免除每个月的管理费。如果资产不足，每个月的管理费也需要300新加坡元左右，还是比较贵的。而且的话，它每笔汇款电汇都会有几十到上百新加坡币的手续费如果说你要拿去炒美股或者炒港股的话，用新加坡的银行账户，你只能去电汇来出入金。那么如这样出入金比较频繁的话，这个手续费累积起来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资产不是很大，而且开境外银行账户主要是用于炒港股或者美股的话，新加坡的银行账户我个人并不是很建议。其实最推荐的还是以香港或者美国的一个银行账户。当然，如果说你的资金量比较大的话，想找一个资金长期存放比较安全，不会受到中国大陆政策影响的一个银行账户的话，那么新加坡的银行账户也其实还是可以的。另外，新加坡华侨银行在去年推出了网上开户的渠道，网上也有很多的教程，大家可以自行搜索查看。最后和大家总结一下2024年境外银行开户的一个渠道。如果说按照资金用途来划分的话，那如果说你要炒港股的话，那么就去开香港的银行账户。香港的银行账户目前在2024年的话，只能本人到香港去开。到了香港之后，你可以去开最简单的网络银行，下载手机 APP 直接申请就可以了。其次的话，也可以自己到汇丰这些线下网点一家家的尝试。那如果说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可以通过中介或者说通过我这边的长桥证券客户经理去预约，先预约好，然后再直接去开户也可以。这样开户的话，整体都是免费的，只要出一个香港的来回的路费就可以了。其次，如果说是要炒美股的话，那么就建议去开美国的银行账户。开美国银行账户的话，目前是有2种渠道，一种的话是网上申请。网上申请的话，在2024年基本上都是需要有美国数字移民套件才可以去申请的。那如果需要美国数字移民套件的话，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联系我办理。网申的话，目前最推荐的是富达基金、Alent 还有 Capital One 这3家，目前是最推荐的，大家可以按我的教程去申请。其次的话就是通过渠道代开。渠道代开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资料比较简单，有中国的护照基本上都能够开户成功，而且能够开出像 BOA 美国银行、美国花旗这样的美国顶级银行账户。而且代开的话，它基本上就相当于本人去柜台开户，所以说不会有税务身份上面的问题。那如果说预算充足的小伙伴，可以通过代开渠道来进行开户。最后的话就是新加坡的银行账户。如果说资金量比较大，还想找一个不受中国政策影响的银行的话，那么新加坡的银行账户是比较推荐的。目前新加坡和中国已经免签，所以说大家可以直接买一张机票，然后飞到新加坡去进行一个开户。但是如果说资金量比较小，在100万新加坡元以下的小伙伴的话，还是不建议去开新加坡的银行账户，因为它的维护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以上就是我总结的2024年境外银行开户渠道的一些分享，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如果大家有其他更好的补充或者分享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点赞分享，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再见。